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新片官宣了，所有人还在等一个答案。等了快3年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人鱼》终于有了最硬核的官宣。不过这个消息不是来自热闹的发布会，也不是来自导演或主演的微博，而是印在了2家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里。2026年初，港股上市公司猫眼娱乐和欢喜传媒在各自的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中，用几乎相同的措辞写下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人鱼》将在未来1年有序推进上映。对于从2023年开机就翘首以盼的粉丝和影迷来说，这短短几个字，像一颗定心丸，也像一个更大的问号。片子看来是没黄，但这份来自资本市场的官宣，背后透出的信息远比一句简单的定档复杂得多。通常情况下，一部电影，尤其是备受瞩目的项目，其宣传节奏是清晰而主动的。从发布预告片、定档海报到举办发布会、主创路演，每一步都是为了点燃市场热情。但人鱼的路径截然不同。自2023年6月在大兴安岭开机以来，关于这部电影的官方消息少之又少，路透更是被严格保密。主演王一博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，只能用非常痛苦、身心折磨来形容拍摄经历。直到2024年7月，制片人吴娜才在社交平台透露影片已正式杀青，此后又是长达数月的沉寂。如今有序推进上映这5个字出现在严肃的上市公司公告里，其分量和意图都显得格外不同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这首先是对股东和投资方的一个明确交代，表明这个投入巨大的重点项目仍在正轨，并未搁浅。其次，这也是一种对市场的喊话，意在稳定因漫长等待而产生的疑虑情绪。毕竟，从2023年6月开机算起，到2026年看到这份财报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年。3年，在影视行业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领域，足以完成多部商业大片的制作和上映周期。那么，时间都去哪了？人鱼漫长的制作周期，首先与他的掌舵人、导演程耳密不可分。程耳以慢工出细活著称，他的上一部作品《无名》与王一博合作，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。他的电影美学追求极致，一个镜头拍几十遍，一个场景布光几小时是常态。这种创作习惯注定了他作品的制作周期不会短。其次是影片本身极高的制作难度。人鱼的故事横跨3个地理与文化风貌迥异的地区：中国大兴安岭、越南河内和日本青森。这意味着剧组需要辗转3国进行拍摄，协调不同国家的拍摄许可，适应截然不同的气候，处理跨国团队的合作，每一项都是巨大的工程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影片的拍摄遭遇了诸多极端天气的挑战。在大兴安岭的冬季，气温低至-30多度，演员需要在冰天雪地中完成表演。转战越南河内时，又面临湿热气候和语言障碍。而在日本青森，暴雨等天气也曾打乱拍摄计划。主演王一博为了饰演片中在大兴安岭生活的守龄青年角色，进行了严格的形体训练。据称其体脂率一度降至8%，并在极寒环境中进行了长时间拍摄。另一位主演黄义慈黄多多则因为角色需要，穿着重达20公斤的硅胶鱼尾进行水下拍摄，同样经历了艰苦的闭气和水下表演训练。除了拍摄过程的艰辛，影片的后期制作也可能异常复杂。程耳的电影素来以精致的画面质感、复杂的非线性叙事和深刻的主题表达见长，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都体现了这一点。
对于人与这样一部跨国拍摄、3条叙事线交织的文艺片，后期的剪辑、调色、音效等工作量可想而知。这或许也是有序推进中推进所包含的主要内容。影片的阵容堪称文艺片的顶配，除了2度合作的王一博，还吸引了国际影后汤唯、实力演员王传君以及首次触电大银幕的黄义慈加盟。这样的组合既保证了演技层面的厚度，也带来了不同观众群体的关注。根据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的剧情梗概，影片讲述了3段交叠的人生。在大兴安岭腹地，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青年第一次面对来自南方世界的诱惑。在炎热混杂的越南河内，一个中年男人经历着悲喜交织的人生，并进行着别出心裁的人鱼表演。在日本青森，一个学习艺术的女大学生正在经历成长。程耳试图用他擅长的镜头语言，将这3个看似无关的世界和命运串联起来，探讨人性、欲望与生命抉择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这部电影的意义远超普通作品。从偶像团体成员，到凭借《陈情令》爆红，再到通过无名向实力派演员转型并获得金鸡奖提名，他一直在努力突破顶流标签带来的局限。人鱼是他与程耳的第2次合作，也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文艺片尝试。片中角色内心戏极重，几乎没有他以往擅长的打戏或舞蹈，表演全靠眼神和微表情支撑。这无疑是他演员生涯中一次关键的豪赌。成功则能进一步稳固其作为演员的认可度，失败则可能面临舆论的反弹。市场的期待是炽热而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影片在猫眼等平台的想看人数已突破30万。这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是惊人的热度。王一博庞大的粉丝群体是这股热度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在财报消息公布后，社交媒体上充满了终于等到你的欢呼，甚至有粉丝创意十足地表示要穿着羽绒服去影院观看，以感同身受角色在极寒中的状态。另一方面，影片也面临着明确的挑战。程耳电影的文艺属性决定了其核心观众通常是影评人、电影节评委以及1线城市的高知人群，而王一博粉丝的主体画像则更偏向年轻化、女性化和下沉市场。这2个群体的重合度有多大，将直接影响到影片最终的票房基本盘。片方在冲奖项和保票房之间如何权衡与抉择，也成为上映前的一大悬念。2家发布财报的公司处境也颇为微妙。猫眼娱乐作为国内领先的在线票务平台和电影发行方，在2025年取得了亮眼的业绩，总收入与净利润大幅增长。在财报中，它将人鱼列为其主控发行、出品并稳步推进的重点项目之一。这部影片的成功无疑有助于巩固其市场地位。作为主要出品方之一的欢喜传媒情况则有些不同。其2025年财报显示，公司收入微增，但年度亏损同比扩大了约 91.5%， 达到 4.98 亿港元。亏损扩大的主要原因包括上映电影票房未达预期，以及增加了电影版权的减值亏损。在这样的财务压力下，人鱼作为公司未来1年有序推进上映的核心电影项目之一，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。它需要成为提振公司业绩和信心的关键作品。因此，有序推进上映这6个字承载的远不只是一部电影的上映计划，它关乎一位顶流演员转型的成败，关乎一位风格化导演的艺术坚持，关乎2家上市公司，尤其是其中一家正面临亏损压力的业绩期待，也关乎整个市场对一部耗时3年、跨国制作的文艺大片究竟能交出怎样一份答卷的好奇与审视。电影人鱼就像一块被投入湖面的石头，
财报消息只是那最初的一声咚，而它最终能激起怎样的涟漪，答案仍然藏在深水之下，等待被揭开。